10年过去了，我国的歼20战机的首飞整整过了10年。1月11号，歼20战机首飞终于迎来了它的第10个生日。2011年1月11号下午1时11分，我国自主研发的歼20隐形战斗机成功在成都湛江机场顺利完成首飞。在当天的首飞现场，一架涂满黑色涂装外形酷似科幻战机在空中展翅翱翔，很多在此等待的军迷无一不呐喊尖叫。或许每一位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一震撼的时刻。事实上，我国歼20战斗机诞生是一段极为曲折的过程。在歼20研制初期，国内最先进的歼10C 战斗机才刚刚向空军交付没多少架，并且中国的外界威胁又对中国虎视眈眈，再加上当时国内的研发技术又十分有限，正是在众多不利条件下，歼20的研发之路便就此开始。对于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才刚刚走完修飞机到改制再到仿制这段路程，再加上大量资金对生产流程、工艺流程、工装以及生产线的改造，歼20的研发团队被太多的人寄予厚望。然而2011年歼20的成功首飞，这一款被国人寄予厚望战斗机最终没有令我们失望。歼20不仅成功实现了中国自主研发的战斗机梦想，同时更是继美国之后第3个拥有隐身战斗机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歼20在早期试飞时就曾使用的是俄制的 AL-41F 发动机，但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战斗机，中国肯定不愿意一直使用国外的发动机。就这样，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研发下，我国又研制出了国产发动机涡扇 1.2B， 简称太行发动机。我国的太行发动机的出现，再次为国人树立了信心。其中，我国的涡扇 1.2B 和俄制 AL-41F 发动机都能达到12.5吨的推力。并且我国的太行发动机更是将装机使用时间从此前的上百小时直接提升到了数百小时。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歼20的涡扇 1.2B 发动机曾被衍生矢量推力喷管，这种矢量推力喷管能够对歼20在近身格斗时充分发挥其气动布局的优势，并且矢量推力喷管还能够有效地抑制歼20的后向雷达以及红外线的辐射，使之具有更强的隐身效果。尽管我国已经研制出涡扇 1.2B 发动机，但对于强大工业能力的中国怎么会止步于此呢？同样，我国的另一款将被用在歼20的涡扇1.5发动机峨眉，同样也在研制当中。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的涡扇1.5短期内还无法能够造出，不过相信中国在航空发动机技术方面的积累，我国的峨眉涡扇1.5发动机必将被造出。不知不觉，我国歼20首飞已经经历了10年，从此前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自主研发，歼20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人在军工制造方面是可以的。面对涡扇1.5发动机暂时出现的困难，我国一定能够成功克服，到时歼20必将王者归来。日前，美国似乎进入到了其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这届美国政府的任期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很有可能在最后的时刻发动最后的疯狂。有消息显示，美军3军总司令特朗普拒绝参加之后的交接仪式，这就意味着其最后将保留发动核战争的权利。而鉴于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对于中美而言将是最具挑战性的几天。具体是怎么样的挑战呢？分析人士指出，在最后的疯狂时刻，美国大有将反华牌出尽的迹象，搞出过去完全不可思议的极限破坏之势。有人将他们形象地比喻成一支溃败撤退的军队，要炸毁每一所建筑，然后再埋下地雷，以阻止未来可能的重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我国的反应较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此前在面对美军的挑衅时，我国都是在事后发表声明批评美军这样的挑衅行为，而这次我国则是先发制人，展现了什么叫真正的底气。据新浪军事援引官方媒体报道称，在美军最后的疯狂时刻，中国必须坚决打击这帮破坏者，在他们的破坏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时，予以迎头痛击。我们绝不能姑息他们胡作非为。在可能挑衅的中国敏感问题上，美军自以为在这里最能激动中国，也最利于颠覆整个中美关系，但是他们似乎低估了中国人民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忘记了这些敏感地区，中国早已就重点做好了准备。中方快速增长的实力最有利于在这些地区投入使用。如外界所知，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重装部队和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地理优势使得美国陆军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前进。在海军方面，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世界有目共睹。俄罗斯专家曾直言，中国甚至都不需要航空母舰，因为就国防而言，
中国已成为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利用海上力量，加上部署在沿海地区的武器，来消灭任何可能在沿海地区挑衅的敌对舰队，就连强大的美军舰队也不例外。在空军上，尽管我国和美军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对付前来入侵的美军肯定是绰绰有余。也正是我军近些年来飞速发展的军事实力，给足了官媒硬核发话的底气。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天，美军若是敢打歪主意，必将面临来自我军的疾风骤雨。近年来，我国海军实力有了显著的提升。眼下，我国已经拥有了山东号和辽宁号2艘航空母舰，并且003型航空母舰也在建造当中。虽然说我国已经进入了双航母时代，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航母大国，但是核动力航空母舰一直是我国追求的梦想。近日，美国媒体披露出了我国的一个重大消息，或与核动力航空母舰有关。据美国军事观察网站报道，中国江南造船厂准备开始为期3年的扩建工作。据了解，这次扩建工作包括扩建造船的基础设施，以及一个新的舰船设计中心。由此可见，我国的江南造船厂即将又要有了大动作。那么，我国为什么要扩建江南造船厂呢？根据美国媒体分析，中国之所以要扩建江南造船厂，很可能是为新的航空母舰建造计划做准备。因为扩建后的江南造船厂应该可以建造2艘以上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不得不说，美国媒体分析的并不是没有道理。目前003型航空母舰正在建造过程当中，然而就在003型航空母舰在建造的时候，004型航空母舰也出现了新的消息。前不久有消息传出称，004型航空母舰的建造材料大部分已经采购完成，预计很快就能开始动工。由此可见，我国建造航空母舰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江南造船厂因为场地有限，很难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建造多艘航空母舰，所以说我国很有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才会选择扩建江南造船厂。此外，美国媒体还认为，中国扩建江南造船厂很有可能是为了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因为按照美国媒体的分析，新一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排水量大约为85000吨，而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排水量将会超过10万吨。所以说，想要建造一艘大型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就需要扩建制造场地。因此，美国方面才会认为，中国扩建江南造船厂很有可能与核动力航空母舰有关。不得不说，江南造船厂的异动频繁，的确是牵动着广大军迷的心，因为它的每一次变化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通过将以前的消息拼凑起来，我们也不难看出，我国真的可能要动手打造我国的第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了。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我国海军有望在2030年前就能拥有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届时我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之间的距离将会更近一些。然而，这只是美国媒体的猜测，我国扩建江南造船厂的根本原因我们尚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扩建后的江南造船厂能够制造出更多性能更加先进的海军军舰，所以说江南造船厂的扩建对我国海军非常有利。目前我国周边的局势开始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因此我国的确要加快我国海军以及其他军种的发展脚步。近期有消息传出，中印将进行第9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将主要针对中印一线部队脱离而展开协商。然而印度方面却利用空闲时间，再次在背地里玩起了阴招。据《环球时报》援引印度出版报1月12号的报道称，由于中印在列城对峙期间，印军为改变在该地区的劣势，决定从印巴边境部队抽调一部分部署至中印边境地区，并且印度国防部人士透露，部署至印巴西部边境的第1军以及第17军将进行重组，重组后将划归至印度北部战区和印度东部战区，以此来加强印军在中印边境取得优势。事实上，印度陆军目前仅配备4个打击兵团，其中包括第1、2、17、21军。这些驻扎在边境的打击部队主要负责防范对手的越界打击行动。此次印度方面突然将部署在印巴边境的打击兵团第1军以及第17军部署至中印边境的列城附近，这也表明了印度方面在应对中印边境以及印巴边境上选择对中国的提防显然要大于巴基斯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部署在中印边境的第17军曾在去年印度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练中曾亮相，最初计划在2020年组建自己的炮兵旅，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在本国肆虐下，第17军团的炮兵旅迟迟没能建立。
对此，有消息人士指出，印度陆军准备从现有的陆军兵团中组建一个师，并且该师主要负责中印边境中部地区的防御。这支由印度陆军组建的师级部队将直接由中央部门进行指挥，并且这支部队主要负责中部地区的巡逻，以保证中印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同样，西部战区组建的打击军团将与中央指挥的那个师进行配合，双方将集中针对中印边境的中部地区。除此以外，印度陆军将为这2个打击军团配备最为先进的 M717超轻型榴弹炮，通过这种强有力的军事部署来打击中印边境的中国军队。由于近段时间中印边境在东部战区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对峙态势，再加上双方的第9轮军长会谈迟迟未能进行，这也让印度方面再次加强中印边境的军事部署。目前中印边境的局势看似稳定，实则暗流涌动。双方虽然表面上没有任何冲突，但对方都知道在如此节骨眼上，谁都不敢有所松懈。在即将到来的第9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将主要针对一线部队脱离而展开谈判，最终双方能否缓解边境紧张局势以及一线部队的脱离，此次的军长级会谈就显得格外重要。